宝到底能有多好看？大大的米奇朵朵，精致的小鸟眼圈，以及比圆规画出来还要圆的脸。即便爱宝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也依旧是奶乎乎的。就算是没看过爱宝的网友，估计也会被爱宝的美貌硬控到吧。也难怪老姜总是扛不住爱宝的美颜暴击，见到爱宝总是耶啵耶啵个不停。爱宝，너무 이뻐。而且爱宝的眼睛看起来特别的亮，这一点她的3个孩子也都遗传到了。但是别看艾女士现在如此的沉稳优雅，在生娃之前她也很活泼好动，每天都在院子里疯跑，还会时不时的跳到水池里洗个澡。那时爱宝的院子里还是遍地鲜花绿树成荫，在雪地里撒欢时那就更疯了。爱宝在雪中翻滚，一不小心却滑到了沟里，然后又一溜烟的爬上了树，甚至还踩在树枝上蹦迪。看她挂在树上摇摇欲坠的样子，还真怕小树枝经不起爱宝300斤的体重。这么看来，她生的3个孩子一个比一个调皮，也不全是乐宝的锅呢。后来爱宝生了福宝后，刚开始也打算做一个慈母来着，整天抱着福宝舔个不停，就连睡觉的时候也要把福宝抱在怀里。所以我们看到的梅妮芙特别的粉嘟嘟。后来福宝跟着妈妈一起出了外场，艾女士也是时刻盯着福宝，一刻也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福宝想爬树，艾女士也是紧紧护着，生怕自己的宝贝闺女摔倒。随着福宝的长大，艾女士渐渐的发现带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熊孩子不揍根本不行。福宝整天把自己弄得像一只棕熊一样，打眼一看还以为他和爱宝不是一个品种。而且福宝还会故意的去妈妈身上蹭一蹭，和妈妈抢吃的，偷袭妈妈，趁着妈妈睡觉薅妈妈背上的毛。所以大家也都说福宝的每一顿打都是凭着实力挣来的。还有一次一大早母女俩闹别扭，坐得108000里远，都低着头一动不动。江宝问福宝是不是和妈妈吵架了，福宝便十分傲娇的抬起了脑袋，好像在说问我干嘛，又不是我的错。而一边的艾女士看起来就更生气了，感觉已经阴谋到想把福宝回炉重造了。再后来艾女士生了2胎，还一下生了2个，肉眼可见艾女士的心累，甚至叼着小灰灰想退货。而且因为福宝姐姐的原因，瑞宝和辉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新手保护期，只要看到他俩调皮，艾女士直接开揍，想把一切叛逆扼杀在摇篮里。结果没想到生了头更铁的光军小朋友，妈妈越打压他就越叛逆，果然是谁带娃谁崩溃。但是不带娃时，我们的艾女士也是很松弛的，连土豆腿也能摆出爱心的形状。烟花配阎王，这个自带柔光特效的小熊就是阎王皓月。最近皓月爱上了这棵凌霄树，时不时的就会爬上木架，摘2朵花来把玩一下。但皓月的颜值硬是能让人忽略花的存在，让人的注意力全在他的身上。皓月打小就长相很出众，大大的脑袋，黑黑的眼圈，是标准的浓颜系。皓月一家子的颜值都很扛打，外婆是有着卧龙第一美熊的龙骨，妈妈是大美熊喜妹，爸爸是浓颜系大种公卢卢。他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有银科、喜乐、灰灰、正正，个个都是颜值爆表。皓月是喜妹的第10个孩子，也被大家叫做喜小石。喜妹很爱皓月，把皓月全身都舔得粉嘟嘟的。1岁左右的皓月已经被官方认证为18级的阎王。但别看皓月小时候长得软萌可爱糯唧唧的，他在继承卢黄和喜妹颜值的同时，也继承了爸爸妈妈的战斗力。奶妈就曾说过，中心乱不乱，皓月说的算。皓月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小熊挨打，是阎王也是战神，所以大家也叫他熊猫界的兰陵王。和他同住的南小月和巧月都深受其害，坐在地上的就按倒，爬到树上的就给拽下来。位置不占优势不要紧，实力够强怎么都能打得赢。本身小伙伴们都打不过他，结果皓月还爱玩偷袭，一个飞扑就把巧月扑倒在地了。即便是草草从野外引种回来的皇太子草和和，也逃脱不了被皓月按在地上摩擦的命运。现在6岁的皓月搬家生活在岳阳，脾气依然很大，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是看到什么打什么。奶妈因为打扫卫生给他晚开了一会儿门，皓月就开始给奶妈上眼药了，抱着木桩翻滚，双手疯狂的挠木桩，都刨出木屑花来了。而且皓月和他姐姐喜乐一样，也是毁树小能手。原来他的院子里有一小片竹林，经过皓月的一番修整后，已经没有一根是立着的了。院子里的小树也免不了被皓月修理，一屁股坐下去，小树的树枝基本所剩无几。有时候做了坏事也会心虚，一溜烟跑得老快了，迅速离开案发现场。树梢蹦迪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就是皓月摇的这几下，看起来多少有些惊心动魄。皓月应该也知道自己很好看，他出场的时候还要耍帅，先是一个前空翻，再顺势掀翻自己的饭桌，然后面向游客一脸微笑的定在那里。看着他这么好看的脸，咱就说他毁几棵小树怎么了？换句话说，小树就一点错都没有吗？是被小竹椅摔倒，脑袋磕得嗡嗡响的小熊，正是八里台的二姑奶奶喜乐。这天喜乐本来正躺在小竹椅上，
惬意的享受着午后时光。结果一个后仰就把喜乐摔得熊仰马翻。好面子的二姑奶奶的第一反应就是探出小脑袋观察有没有被人看见。结果这一幕不仅被游客看到了，他们还笑得老大声了。就二姑奶奶这有仇当场爆的小脾气，肯定饶不了她。敢摔我，走你，一个都不留。而且这也不是他被小竹椅第一次欺负了，这天还压在了正在干饭的喜乐身上。于是小竹椅成了他扔沟里次数最多的丰荣。对于扔不动的大躺椅，二姑奶奶就把它拆得稀碎，主打一个得罪二姑奶奶就得株连九族。还有一次爬树也是，喜乐一不小心从树上滑了下来，但他看这棵大树他也干不过，于是就拿后面的小树苗一顿撒气。你是他儿子吧？那就父债子偿。但面对能干过的小树就不用这么麻烦了。这天喜乐很高兴的在院子里撒欢，结果一个不小心就撞苹果树上了，把喜乐都给撞懵了。撞懵了，然后想了一会儿，站起来把那苹果树打了一顿。打完之后呢，就特别不高兴的就回去了。然后回去之后想了想，不行，打的不够，出来把那苹果树给打了。不知道喜乐看到在树上摘枣子吃的雅集和可以满地捡桑葚吃的伏虎，会不会有那么一丝的后悔？毕竟他原本也可以实现小苹果自助的。除了对待这些丰容，二姑奶奶对饲养员也是变着法的拿捏。38度的高温，穿着一身定制皮大衣在院子里闲逛，急得老冯敲锣打鼓喊祖宗。祖宗回去吧，行了，我已经受不了了。老冯家人住院跟馆长请了半天假，但没告诉喜乐，于是喜乐就在外场耗了3个小时，怎么都收不回去，把于老爷急得都喊他老爷了。乐乐，回去吧，你是我老爷。嗨，最后放心不下闺女的老冯，在天黑之前又火急火燎地赶了回来，然后一人一熊叉腰对骂2分钟。二姑奶奶感觉这下对味儿了，没错，就是这个 feel。OK， 收工回家睡觉。老冯倒了3班地铁赶回来，收猫仅用了2分钟，强行给老冯刷了一波存在感。二姑奶奶也成功的把天津动物园的饲养员干成了全网辈分最低的存在。只能说得罪谁也不能得罪天津的二姑奶奶。饲养员偷崽技术哪家强？成都基地一手交崽一手交奶，主打一个公平交易。中心更生猛，近身先打感情牌，然后拿上崽撒腿就跑，玩的就是出其不意。虫洞馆长直接当月嫂，最没技术含量。首先是看成都基地，饲养员有2大绝招：小苹果和加蜂蜜的旺仔牛奶。对付一般的熊猫妈妈，一般一个小苹果就可以换一个崽，像小丫头这种好说话的，一个苹果也能换2个。也有像圆圆这种数学不好的，奶妈也会耍诈忽悠她。圆圆一边吃苹果一边算，圆月换一个，圆满换一个，算来算去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好家伙，这1+1的算术题都快把圆圆的 CPU 干冒烟了。当然也有不好糊弄的熊猫妈妈，比如程大妈妈就会和饲养员讨价还价。在她这里别说小苹果了，盆盆奶不加蜂蜜都不好使，凑过去闻了闻感觉味道不对，还会哼哼唧唧和奶爸讨价还价。给盆盆奶里加了蜂蜜后，程大妈妈抱崽的小手不自觉的就松开了。至今没有谁能抵挡住旺仔牛奶的诱惑。有时候程大只要听到饲养员的动静，就会迅速的抱起幼崽，在那里佯装带娃，以便于换旺仔牛奶。如果不是看他把幼崽都抱反了，可能真的就相信他在认真带娃了。和基地搞美食诱惑这套不同，中心的饲养员基本都是生抢，进去先打感情牌，一边轻轻安慰熊猫妈妈不要紧张，一边伸手去摸幼崽。绣球生悠悠时是他第一次当妈妈，所以全程表现的都很紧张，把幼崽护得很紧，让饲养员无从下手。最后王奶爸进去瞅准时机，拿到幼崽撒腿就跑，留下了一脸无语的绣球。怡然的奶爸就更厉害了，当年怡然生小优时难产，卡在产道里出不来，董奶爸害怕生产时间太长幼崽会窒息，于是决定近身帮怡然接生，这真的是对彼此无比信任了。而虫洞最有名的就是兰香带娃了，他直接让奶成沦为他的包笋小弟，自己就靠在栏杆上，张大嘴巴等着笋笋送到嘴里来。就连舔娃这种活他都想让奶成替他做了，也是这活奶成做不了，要不然也不至于于宝于贝和梁月放在一起，毛色差异会那么大了。